在节目开始前，呼吁所有观众朋友，此项极限运动需经过专业训练，请勿任意模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几百公尺的垂直岩壁上，没有绳子，没有保护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人到底要用什么才能把自己走上去？今天要讲的这个人，被很多人称作把恐惧关掉的男人。他不是在挑战一条路线，他是在挑战人类对高度的本能极限。他就是 Alex Honnold 霍诺德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这支影片不是要把它神化，我们要用记录这件事去看清楚一个真相。霍诺德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敢，而是他敢得及其理性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自由赌盘 Free Solo， 直觉就是这不就玩命吗？但霍诺德的模式完全相反，他不是靠冲动在爬，他靠的是准备到接近零失误。你可以把他的攀爬想象成一种极端版本的流程管理，每一段手点，每一个重心，每一次换脚，全部先在脑中演练到像背课文一样熟。所以当他站在岩壁底下，他不是在赌，他是在执行。真正让攀岩圈第一次集体倒抽一口气的早期记录，是2008年的 Half Dome 半圆顶 Regular Northwest Face。 这条路线是长距离大岩壁，难度包含 5.12A 等级的关键段落。霍诺德做了什么？他在没有绳索、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完成自由赌盘，而且用时2小时50分。注意这个数字的意义，对一般攀岩者来说，这种大岩壁路线上去就已经很困难，但霍诺德是把它当成一场高风险的长跑，稳定输出，不能爆也不能慢，因为慢意味着疲劳上升，疲劳上升就意味着失误几率变高，而自由读盘的失误只有一次。接下来是更变态的概念，不是爬完一条就算了。霍诺德开始做 link up 连登，把2个巨大目标在1天内串起来。2010年，他在约8小时内先读攀 Half Dome 的 Regular Northwest Face， 再读攀 El Capitan 酋长岩的 Nose 鼻子线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不是爬2次，这是把体能、补给、移动速度、判断力全部塞进同一天的时间窗里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第2条路线开始时，你已经累了。可在霍诺德的世界里，累不是理由，累是风险。所以他的策略永远是把不确定性压到最低，速度要快，但不能乱；动作要省，但不能选错地方。很多人以为霍诺德只会在优胜美地的大岩壁上玩自由独攀，但他的履历里有一段是山岳级的硬菜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的 Fitztraverse 菲兹纵走。2014年，他与 Tommy Caldwell 共同完成 Fitztraverse， 连续纵走多座山峰，整段推进约5天。这里跟大岩壁不一样，大岩壁的难在垂直，巴塔哥尼亚的难在系统、天气、撤退、路线判读、冰雪混合地形、装备选择、补给节奏，全部会一起要你的命。这种任务不是靠胆子完成，而是靠判断活下来。然后来了，那个让全世界第一次把攀岩当成主流运动讨论的事情。2017年6月3日，霍诺德自由独攀 El Capitan 的 Freerider， 约880多公尺，
用时3小时56分。这件事为什么是记录级？因为 L Cap 是大岩壁的相指 ，Free Rider 的难度到了 5.13A， 而自由独攀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在爬一条路线，你是在把整条900公尺的错误容忍度变成0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不是慢慢爬上去求稳，它用接近稳定巡航的速度把它完成。你可以把那一天想象成，他把整面墙切成无数段，每一段都像开关一样，啪，打开，啪，关上，一段接一段，没有情绪波动，没有犹豫，因为在那个高度，犹豫就是危险。很多人以为霍诺德只会无神这一招，但他在速度上也留下怪物级数字。2018年6月6日，他与 Tommy Caldwell 合攀 L Cap 的 Nose， 用时1小时58分07秒，成为少数被 Guinness 记录的成绩之一。1小时58分是什么概念？一般人走完一条山路可能都不止2小时，他们是在几乎垂直的900公尺岩壁上跑完一场马拉松。但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你放进影片里讲，速度攀登不是乱冲，越快越不能错，因为错一次你不是慢一点，你是直接结束。所以这个记录的震撼在于它同时证明了2件事：霍诺德不是只会稳，他还能在极限稳定之上把速度推到人类上限。最后我们把时间拉到最近，2026年1月25日，霍诺德完成台北101大楼的自由独攀无绳攀登，成为首位完成者。这件事为什么特别？因为这不是自然岩壁，这是人工结构，角度、材质、凸点、风、雨后的湿滑都跟岩壁不同。报道提到，整段约花90分钟左右，而且曾因雨延后。他还提到，为了这个挑战做了数月准备。你可以用一个很有张力的说法说这一段：以前他把自己放在山里，让世界安静；现在他把自己放在城市里，让世界看见。但他做的仍然是同一件事，把风险算到最小，然后执行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霍诺德的每个记录看起来都像奇迹，但他本人最常透露的讯息却是这不是奇迹，这是反复练习后的执行。Half Dome 的2小时50分，2001式的8小时连登，Fitztraverse 的5天游走，L Cap Freeride 的3小时56分，The Nose 的1小时58分。到台北101的城市自由独攀，这些不是一时冲动，这是一个人用自己年把恐惧拆成数据，拆成动作，拆成流程，最后拆到只剩下纯粹的专注。所以我想问你，如果把霍诺德的精神抽掉无绳攀岩这个外壳，你人生里有没有一件事，你也愿意像他一样把它准备到不靠运气，只靠执行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